第三卦这个卦的名称啊比较特别。我们呢一般呢学易经的人都叫它叫尊卦，知物恩尊卦啊，有卷舌的尊哈。但是呢，我个人觉得你念成屯卦也没什么不对啊。我觉得念屯卦也没什么不对，我有我的道理哈。这个针对不在台湾在海外的一些朋友，如果你想要对易经有多进一步的认识我们有录一个课程，我们介绍了易经8个卦。但是你们在外面在外面最好跟人家说是尊卦，因为你如果在外面跟人家说屯卦，人家就是喊你他妈花钱去学易经，然后学了连这个字你都不会念就是会被笑。但我觉得他们非得强调他要念尊，也没有太大的道理哈。为什么？因为当念尊的意思是把这个字呢，强调它困难，尊是有点困难，举步维艰的那种感觉。但是我如果念屯我们从前读历史，你们有听过历史有个名词叫屯田政策，有没有？什么叫屯田？屯田是这样，比如说我有一支军队，我要派到边疆派到边疆或者比较远的地方，那这个军队是不是要吃要喝要领薪水？那谁来养这支军队你就说我有补给我有送钱然后送物资过去养这个军队，这个太费力，因为你可能要从很远的地方把物资运过去，这个太费力，而且花太多钱。所以后来就想到一个办法，就派一支军队去，然后这个国家就开放一块很大片的土地，让这个军队就在这一片土地上自力更生，自己开垦，然后所得呢，就是这个开垦，这个大家种粮食，这个所得呢，全部归这支军队所有，就可以等于是自给自足，尽量自给自足。但是因为军人又要有这个他们的防卫的事情，然后又要来种田，这个会分心，所以也许他只要比如说他可以自给自足到70%、80%，然后剩下不足的20%再由国家做补给这样国家就很轻松了，财政负担就很轻松。这种方式让军队就地开垦，然后就地取材，然后就地呢自给自足，这种方式就叫屯田。所以屯田的屯字带有创造生机的意思，自己创造生机的意思或者自己养活自己培养生机。所以我认为念屯的话，它其实带有生机，有生机的意义在里面。然后如果念尊的话，是比较强调这个字困难的这一面。那现在就要问说，为什么我们讲完乾卦、坤卦以后，接下来的这个最重就是易经第3卦，为什么是一个代表困难的尊卦或者屯卦？为什么就马上出现困难了这个道理是这样子，乾坤大家知道，就是乾是天，坤是地嘛所以乾坤这2个合在一起，一般我们就把它理解成开天辟地，就整个世界被打开来了。世界被打开来的话，接下来就是万物要在这个世界里面自己生长，所以接下来就是万物要自己生长。这个尊卦就它的意义本意就是春天来了，所有万物开始生长起来，生机开始慢慢长出来就是冬天的时候所有叶子都掉了，春天的时候开始冒出嫩芽，冬天的时候可能很多草都枯了，春天的时候那个土里面又慢慢冒出新的草的芽出来，这个就是生机，好像一个全新的世界又开始蓬勃发展起来但是这需要时间，为什么？因为这些植物也好，动物也好，在初春的时候开始冒出生机的时候，其实非常脆弱，非常脆弱。如果你没有好好照顾它，它没有长到一定的高度其实你可能人经过之后踩它2下，它就死掉了。
因为出生的状态是非常脆弱，所以要好好的照顾它，好好的保护它，让它生机可以慢慢提升到一个地步，好，它可以自立了，你就不用担心了。那草都长到10公分高了，你就不用怕了，就大象走过它也不会死掉啊。那就草刚冒出芽来，你又把它踩下去，这个草可能就长不大了哈。那如果长到10公分，就是再重的卡车碾过去，那草也不会死掉。这个就是生机已经长养成功以后，它就不怕了。但就是在生机正在长养，还没有足以自立的时候，这个时候要非常小心，要好好保护。所以这个，你如果重点是在保护它的生机，我们就念屯；你如果重点是放在它生命太脆弱了，一不小心就死掉。你如果这样子，重点放在这个地方的话，就念成尊。所以这个字哦，对我来说，我觉得2个发音都可以。这个我小时候啊，很喜欢。小时候那个电视没什么节目嘛，但有一个节目我特别喜欢看，就是《动物世界》。动物世界。然后我就记得我中学的时候啊，在看动物世界，中学是国中了哈，国中的时候在看《动物世界》，那时候开始有彩色的《动物世界》，然后我就看到一个镜头啊，我的一辈子忘不了，到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一辈子忘不了。是什么画面呢？它就是那个夏天吧，夏天的时候那个海龟啊，就不是爬到沙滩上产卵嘛哈，它会用它的后腿，然后把那个刨出一个洞出来，然后产卵，然后再把沙子盖上去哈，然后可能经过2个礼拜或者多久，就是那个温度好，然后这个乌龟蛋就慢慢成熟了，里面乌龟慢慢孵化出来。然后很奇妙，就会在同一个时刻，所有乌龟可能，而且还不是一个坑的乌龟，可能好多坑的乌龟啊，就全部都破壳而出，还破土而出，然后可能就是几百只500-600只，像诺曼底登陆一样，就冲向海里面去就冲向海里面去。然后这个时候啊，天空中啊。那个海鸥啊，也是上百只的海鸥，他们大概季节或者经验，他们知道这个时候就小海龟就要出来，就几百只在那边盘旋飞啊，就等这个乌龟小海龟开始在冲到海里面去的时候，就下来抓，就可能那一大片，就是那几百只或者上千只的海龟。可能有1/3全部被抓走，可能只有1半多一点会顺利进入到海洋里面去。这个是什么？我那时候看，我觉得好恐怖哦，我心里觉得有点震撼呢。我没有想到，我一直以为动物世界都是很可爱的，不是？这个所有生命的世界都是非常，我不敢说残忍啊，残忍就有点像老子讲的天地不仁啊。我不要说残忍，很艰难，很困难，真的很困难。所有生命要成长，这个过程啊，非常困难因为非常困难，所以大部分都没长好大部分都没长好。这个像海龟，就是可能只有2/3可以跑到海里面，然后这些海龟在海里面在生活的时候，又可能有1/3。又被其他的动物其他的鱼或者其他的什么又把它吃掉所以可能最后会顺利可以长大的，可能也许1次淘汰、2次淘汰、3次淘汰，你可能到最后只有1/10或者2/10的小的海龟可以长大成大的海龟。这个意思就是说，从易经的角度来看，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所有新生命当它诞生的时候，它要面对的不是天地对它的保护跟慈爱，不是。所有生命在诞生之后，它第一个要面对的是天地对它的考验，是天地对它的考验，不是天地对它的保护，不是。所有生命诞生之后，都是要先接受天地对它的考验。
你要在这个考验当中，你这个生命要证明你的生机。这屯卦，我的屯卦是生机。生机就是你发展的向上发展的力量。所有生命在它诞生的时候，它都要证明自己的生机是真的。你证明我的生机是真的之后，好，你就突破，你就可以突破第一关。你跑得比其他的海龟快，然后你这个可能有假动作，或者这个鸟没有抓到你，还是怎么样哈？你有掩护，有其他的小石头，海边的石头，你在那边有掩护等等的。总之，你就要证明你对保有你这个生命，你是非常有力量的，想要保有你这个生命，这证明你的生机是真的。当你证明你生机是真的之后，你证明了，而且通过考验了，天地才开始跟你开始用保护的态度，或者开始用给予资源的态度来跟你交往。也就是你进入到大海里面去，你的天地就宽了嘛，你可以活动的范围就大了，你可以吃的东西就多了，这个就老天就开始给你资源。但是第一，刚开始一定是给你考验，不会一开始就给你资源。那为什么需要一开始的考验？因为主要就是资源有限的，整体性的资源有限，所以呢，你如果没有证明你生机是真的，好，然后他就给你资源，这会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所以他只把有限的资源给生机最强的这些新的生命，对吧？其实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知道从前人啊，就是生小孩啊，生3个会死1个，就养不大。要不是生的时候就生出来就不行，要不就是小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发生生病啊，或发生意外，这个都还是家里环境比较好的人家生3个啊，可能过程当中有1个没有办法，就2个会长大，这都还是比较好的人家。如果是比较不好的人家，生病根本连病都没得看，那你可能就是生3个，可能就是只能留1个，或者运气好留2个，也许就一半一半。我曾经有一次跟一个老医生聊天啊，那个老医生就有这么一句话啊，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小孩子过敏这么多？然后常常这个毛病那个毛病。他说我们小时候小孩子哪有这么多毛病？我说那是不是现在社会污染？他说他觉得不是。那我说那你觉得什么原因？他说是因为那个淘汰制度被生物自然的淘汰制度被人的这种科技发展啊，完全把它给克服了。就是我们已经把自然界的生命淘汰制度呢，把它给淘汰了。那自然界它本来有一个淘汰制度，就是你的生机不够强韧的话，它可能那你生命很痛苦啊！你的生机不够强韧，你还要活70、80岁，这样生命太痛苦了。那不如就早一点结束，就大自然的法则可能是这个样子。那你如果你就证明你生机是真实的啊，那这样就没问题，就你可能就可以长命百岁，你就可以念，就是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啊，郝柏村，我跟你讲，我有一次看采访，郝柏村说我们家三兄弟，小时候我们3个人都得天花，最后我哥哥跟我弟弟死掉，只有我活下来，一活就是活101岁，因为大家都得天花，别人死掉，你活下来，这是。虽然有点残忍，但是这是就是过去科技不发达的时候，整个自然界的这个淘汰的制度，因为你没有通过那个考验，你可能老天就先叫你回去，好，就下次再来。那你通过那个考验，你生命的那个强韧的程度就得到认可了，你就可以将来遇到什么困难，你无论在心理上或者生理上。你都可以
比较能够应付那个困难，比较能够熬过那个困难。这就是生命很艰苦啊！生命以过去来说，生命真的很艰苦啊。那我们现在因为科技太发达了，所以我们就觉得每个生命都快快乐乐的哈。但这是假象，只是因为我们实在是，这30几年来啊，可能是人类历史当中啊过得最好的30-50年啊。过去没有这么好的光景啊，没有这么好的光景。我们现代人过的生活，在古代人眼中都是皇帝的生活。就说大家都当皇帝，这个或至少50%以上的人，在古人的眼中，你们过的都是皇帝的生活，但这不是正常现象。你如果读历史，我得要告诉你，这不是正常现象，这可能我们就是也许再过个10几20年、30-50年，那就阿弥陀佛了。这个不太可能以后。这个情况会维持非常久，我所谓维持非常久，就是又维持了300-400年，不容易，我觉得非常困难。这种所有人类历史都告诉我们，最好的朝代的下一个朝代就是最坏的朝代。西方也是哦，你说罗马帝国是西方历史当中的一个历史高峰，罗马帝国完了以后不就蛮族入侵吗？然后就黑暗时代啊，又搞了300-400年，到处打仗。那个就是又进入到一个历史的最黑暗的时候，就历史的最高峰、历史最光明的时刻之后，紧接来着就会是历史最困难的时刻，历史最黑暗的时刻。这就为什么我们如果说你如果问我说，老师那易经，你觉得你就世俗的眼光啊，你不要从修行，不要从这个价值去看的话。易经64卦里面最好的一卦是哪一卦？你如果问我，我会说是升卦。